想象一下，你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手握绝对权力，可你的版图里却藏着一个完全不受你控制的庞大组织，他的财富比你的国库还要多，他的信徒比你的军队还要多，他的规矩连你都管不着，你会怎么办？今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中国古代最硬核的灭佛战争351中，当皇权遇上教权，到底谁说了算？这场2000年前的资源争夺战比任何宫斗剧都残酷，有时候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小说还要不可思议。这里先给你铺垫一个小背景，351宗其实指的是历史上4位特定的帝王，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还有后周世宗。他们都在各自的朝代发起了针对佛教的毁灭性打击。我们这次的核心任务是希望能跳出简单的宗教迫害这种刻板框架。是的，我们要去挖掘这里面潜藏的那些政治妄想啊、密室丑闻呐、巨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古代帝王对文化正统的疯狂争夺。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深入探讨这段历史。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当我们拨开神学分歧的外衣，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资源争夺战。哇哦，资源争夺战这个词儿很精准。对，就是独立的宗教体系与世俗国家机器在争夺人口、土地、财富，甚至是政权的绝对合法性。我们会客观地陈述这些历史事件，这不仅仅是关于古代帝王和僧侣的故事，这更是关于权力、资源以及整个社会系统到底是如何维持平衡的深刻剖析。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我们先回到公元5世纪的北魏。好的，说到皇帝要消灭一个宗教群体啊，你可能直觉上会觉得，肯定是因为这个群体太庞大了，抢占了太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对吧？但当时北魏全国人口大概有2000万，2000万，而僧尼的数量呢，你猜有多少？只有区5万人，这连总人口的1/4都不到。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关键点。在北魏太武帝时期，经济利益绝对不是触发屠刀的根本原因。1/4确实构不成经济危险。没错，区5万人，无论是占用的土地还是消耗的社会财富，都远远不足以让一个庞大的帝国机器感到窒息。真正的致命伤其实是触碰了皇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政治安全。对，严峻的政治安全问题。也就是那个极具戏剧性的导火索了。当时北魏正面临声势浩大的盖武起义，战火直接烧了1/3个魏国，局势非常紧张。对，太武帝御驾亲征嘛，途经北方重镇长安的时候，他心血来潮，或者说可能早有防备，直接走进了一座巨大的佛寺进行突击搜查。这次搜查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你猜他在里面发现了什么？他在这座寺庙里居然搜出了4样绝对不该出现的那里的违禁品，简直就像是查获了一个非法的地下王国。太震惊了！第一样就是大量的兵器。在冷兵器时代啊，任何非官方的武装力量都是最高统治者的眼中钉。更何况当时前线还在打仗平叛呢。是的，一群不归朝廷管辖的人私藏军火，这立刻就让太武帝将这座寺庙与通谋造反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但这还远不是最糟糕的，确实没完。第二样被搜出来的东西是大批的酿酒器具。这个很有意思。你可能会觉得和尚偷偷喝点酒，也就是破了宗教戒律嘛。但在当时，这可是严重对抗国法的大罪。为什么呢？因为前线在打仗啊。太子江国期间，为了保障军粮，下达了极为严酷的禁酒令，私自酿酒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寺庙不仅不守清规，连国家战时法律都公然藐视了。没错，紧接着第3样发现是数以万计的财物。我们要注意，这些可不是普通的香火钱。对，这是地方官员和富豪门阀隐匿在寺庙里的黑钱。在古代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寺庙俨然成了一个法外之地的离岸避税天堂，甚至是个洗钱中心。对，这直接触及了国家经济廉洁和吏治的底线，是对帝国中央金库的疯狂吸血。但是
最离谱也是最让太武帝彻底暴走的是第4大发现。我看到文献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惊呆了。秘密银饰，对，而且是专门用来私通的。这是最敏感也是最致命的一击。这些密室是供僧人与鲜卑贵族妇女私通用的。这点儿到底为什么会让皇帝那么愤怒？这里让人着迷的是，为了理解太武帝的愤怒，我们需要懂一点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存在着极其严格的门阀制度和胡汉大防，就是种族隔离和阶级壁垒。对，北魏的统治阶级是鲜卑族，而僧侣大多是被统治的汉人。这种私通，在太武帝看来，不仅是道德沦丧，更是对鲜卑统治阶级血统纯洁性和至高尊严的严重玷污。所以总结一下啊，藏兵器、酿私酒、洗黑钱、建银饰，这4级重拳可以说是精准地把世俗皇权的政治底线、法律底线、经济底线和种族阶级底线全给砸碎了。没错，全方位越界。难怪太武帝会掀起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流血最多的一次法难。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得留个心眼儿？很好的观察，我们确实需要保留一份审慎，因为这些让我们听得头皮发麻的4大违禁品，都全记载于后来世俗官僚集团撰写的史书中。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是的，我们不禁要打个问号。这些发现是100%的真实情况，还是为了证明接下来那场极其血腥的镇压具有合法性，而被国家机器刻意夸大，甚至部分捏造的呢？把对手描绘成十恶不赦的罪徒，确实是古代政权常用的公关手段。对，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抹黑策略。这个视角的补充太有必要了。无论真相到底掺了多少水分，残酷的报复是实打实的降临了。而且这场报复的幕后推手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刻板印象。怎么说？我们看古装剧总以为灭佛肯定是道士在皇帝耳边吹风嘛，为了打压竞争对手。但反转来了，极力怂恿皇帝搞肉体消灭的，居然是当朝宰相、正儿八经的儒家士大夫崔颢。崔颢的动机非常耐人寻味。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政治家，他脑子里装的全是华夏正统。而北魏是个少数民族政权，崔颢迫切希望通过排斥佛教这种外来胡教，来证明北魏政权才是继承了中原文化传统的正统王朝。他的出发点是纯粹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算计。可是最讽刺的还在后面，崔颢想要斩草除根，但他遇到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对者。是谁？是太武帝非常信任的道教领袖寇谦之。一个道士居然苦苦劝阻儒家宰相不要对和尚大开杀戒。寇谦之的清醒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专制权力的无常与恐怖。他警告崔颢，如果今天开了滥杀无辜的口子，将来必然会灭门户。唇亡齿寒啊！对，今天皇权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僧侣，明天这把刀同样可以挥向道士。他对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充满了深深的恐惧。遗憾的是，太武帝最终还是下达了那道残酷的诏书，诛杀长安沙门，焚毁全国佛像，甚至坑杀僧人。不过在这场黑暗中，帝国的高层内部也出现了一丝温和的暗流。没错，太子拓跋晃，他其实是同情佛教的。面对父皇的暴政，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故意缓宣诏书。就是这宝贵的时间差，让全国大量僧人得以带着经卷佛像逃跑隐藏。最终，只有长安城里来不及跑的僧人，以及各地搬不走的寺塔被毁了。太子的暗中保护大大降低了致死率，这也体现了统治集团内部对这种极端政策的深刻分歧。但我觉得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其实是这场风暴的结局。持续了10几年的血雨腥风怎么结束的？结束的极其突然。对，不是因为皇帝幡然醒悟，也不是爆发了起义，居然是因为太武帝被暗杀了。而且杀他的还是他身边一个叫宗爱的太监。没错，这个太监之前诬告过太子，导致太子忧惧而死。他怕太武帝找他算账，干脆先下手为强，把皇帝给弑了。太武帝一死，新皇帝继位，很快就大赦天下，
佛教随后迅速复苏。这简直像好莱坞大片的结尾。这个极其偶然的密室刺杀事件，直接终结了北魏的核心国策。这向我们揭示了古代专制帝国一个巨大的脆弱性。是的，一个维系几千万人的庞大国家机器，一场波及全国的残酷运动，其政策的连贯性，竟然可能因为后宫里一个太监的恐惧心理而彻底转向。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偶然性。好了，北魏这场企图用肉体消灭来解决问题的暴力镇压彻底破产了。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把时间线快进到100多年后的北周。对，公元6世纪的北周，100多年的时间啊，曾经只有5万人的佛教群体，膨胀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规模。此时情况大变，当时北方的总人口大概在3000万左右，你猜僧尼的数量达到了多少一个惊人的数字？300万，寺庙足足有4万所。 ，300万僧尼，在经济学上，这是一个足以引发系统性崩溃的致命数字1/10个国家的人口啊！我们可以这样想，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压力。当时的僧侣是享有免税赋役特权的，就等于在一个国家里，每10个人就有1个人脱离了生产劳动，他们不种地，不交税。甚至不需要服兵役。对于一个需要维持庞大官僚系统，并且还在时刻准备战争的古代政权来说，这相当于国家直接丧失了1/10的核心劳动力和税源。这完全是在抽干整个国家机器的血液呀！寺庙直接变成了吞噬社会财富的超级垄断集团。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甚至比朝廷还要富有的独立系统，社会上的反弹声浪也达到了顶峰。与北魏不同，此时已经有了成熟的世俗反佛理论，比如儒家学者刘胄，他们开始激烈批评佛教，在伦理上骂僧人不养父母、不育子孙是大不孝。更关键的是在经济上，指控他们严重侵托了国家财产。而且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预言，也就是谶语，叫黑衣当王，意思是穿黑衣服的人将要夺取天下。这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度猜忌，因为当时的僧人恰好就是穿黑衣的。对，所以道士张彬和还俗僧魏元松趁机进言，大力推动废佛。但我们要解释一下北周武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周武帝是一个极度节俭、勤政爱民的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居住的皇宫拆了分给穷人。这么狠？是的，他心里装的是富国强兵，一心想要吞并死对头北齐，统一北方。所以他看着自己空虚的国库，再看看那4万所堆满财富和劳动力的寺庙，他必须把被寺庙吞噬的劳动力和财富夺回来。这本质上是一场尖锐的经济特权冲突。为了国家的生存，他别无选择。但是周武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执行方式跟北魏太武帝那种简单粗暴的大屠杀截然不同。他展现出了一种理性的改革手腕。他没有一上来就拔刀杀人，他居然组织了儒、释、道3家，在御前进行了多达7次的公开大辩论。这是非常温和且讲究正义的做法。最不可思议的是，为了搞清楚真实情况，这位皇帝居然亲自去寺庙里做卧底。文献里说他同僧寝处7宵行道，跟和尚们同吃同住整整7个晚上，深入基层去考察僧人的得失。通过7次大辩论，他排定了儒家第1、道教第2、佛教第3的名次。然后为了彻底收回经济特权，周武帝出台了极其理性的政策。佛道俱灭的结局，但是没有流血，没有大屠杀。对，他下令佛教和道教一起废除，强迫这几百万的僧尼和道士全部还俗。只要你脱下袈裟和道袍，回到世俗社会去种地纳税，你就可以活下去。兵不血刃的釜底抽薪。如果我们把这联系到更大的宏观途径中，周武帝的行动可以说是351宗中最具进步意义的。而且他废佛之后，还设立了一个叫通道观的机构。这个通道观挑选了优秀的僧人、道士、学者，让他们穿上世俗的衣冠，旨在将3教融合，用儒家伦理来改造宗教，也就是不让文化断层。没错，他通过这种温和但坚决的手段，避免了中国走向神权专制的可能，充实了国库，直接为北周统一北方以及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口基础。
哇，从北魏那座藏着兵器和黑钱的寺庙，到北周那300万脱离生产的庞大僧侣集团，今天我们捋了这2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所以这一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绝对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任何一个群体的特权过度膨胀，甚至威胁到整个社会系统的经济运转时，必然会引发剧烈的反弹。这些古代的灭佛事件，其实是国家机器与庞大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残酷博弈。是的，这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些极端的打压之后，历史的走向并没有彻底消灭佛教，相反，后来的继任皇帝们虽然缓慢恢复了佛教，但他们再也没有给佛教绝对的自由了。他们变聪明了。对，他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方僧官制度，比如设立了昭玄寺、沙门统等，把宗教彻底纳入封建政权的管理体系之中。也就是彻底收编了。是的，这真是让人深思。你认为这些古代帝王的雷霆手段，最终目的是真的想彻底抹杀一种信仰，还是说这只是一种残酷的驯化过程？驯化这个词儿很准。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把一股独立、桀骜不驯的社会力量彻底转化成为服务于国家和体制的温顺工具呢？在今天这个信息过载的世界中，希望你能带着这个疑问去审视各种庞大机构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微妙平衡。所以351中灭的真的是佛教吗？还是一切不受控制的组织？如果今天出现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独立信仰，而且不受国家约束的体系，你觉得结局会不同吗？